先插播一下，我已经训练结束了，原定明天下午1点半的，就是按照惯例的直播，改到礼拜天，我会发个预告，因为明天有事儿要外出一天，明天周6了，这时间过得太快了，我昨天才想起来，应该早跟大家说的，各位多包涵。嘿，大家伙早喽！3月29号星期五清晨6点了，看又在下雨，现在小了一些，刚出门的时候特别大。今天第4个训练日，先是汇报伤情，昨天还是在好转，今天好像又好了一些。我判断已经恢复到了几乎90%了，一点点感觉，下坡的时候会比较明显。今天咱们回评论就准备了一个小纸条，这个就是绩效贴。然后拿手笔写上字儿贴上，但是今天一下雨，雨水一打湿看不太清，所以一会儿可能一个一个会比较慢吧，大家见谅。我总说比赛的时候写那个配速表，我就这样建议，大家可以试试。因为这样你可以写的比较大，看的也会比较清楚。手环的那个事儿，那个只有理论的依据，因为太小了，你看不清楚的。你要是能看清楚那个呢，你可能也不需要那个，那说明比较慢，对吧？就跟昨天和菲比特的小伙伴聊天，去年我跟他们说，如果压缩裤侧面有竖着的兜就好一些，会比较好拿东西，因为那种环状的兜放进去没问题，稳定也没问题，但是你在比赛中如果要放需要在比赛过程中往外拿的东西，就不是太方便。今年他们说马上要有了，到时候如果拿到的话，穿给大家看看，好吗？行，那一会儿咱们开始会评论啊。今天下的雨虽然也挺大，但是有跑步的。连帽檐一朝后，水就不停的打眼睛。雨天比赛有一个带前沿的帽子好，今天比那天大，你看这儿都积水了，那天都没有这种，下了一宿，所以今天也没有穿新鞋。看前面我们跑团的一位女性跑者，还有在吗？今天也没有穿新鞋，那双鞋有一小伙伴问的问题特别的有意思，我之前甚至好像也怀疑过，有时候这问题你从另外一个方向去想，他问的是什么呢？他说那既然 A 只适合高步频， Sky 适合大步幅，您又觉得自己步频太高，想大步幅，那难道不是应该买 Sky 吗？我觉得这个出发点还是很有意思的，但是其实实际上不是的。当然说明说的比较清楚，他几代这一双鞋，我当时看的一个一两篇文章在讲这个事儿，我的这个理解是更准确的，就是如果您的步频比较大，步幅比较小，提速的时候呢，你们看是这样，其实步频还能更快，看，不知道数据能不能实时反映出来。那您就买 A 值就好了。如果您加速的时候我学不了，就像本田先生那样，那果断的就直接买阿尔法 Fly 就好了，或者是 160X。问我鞋上绑的那个传感器是什么？是不是龙豆？龙就是那个龙，属龙的那个龙。不是啊，我都没听说过您说这个。我绑的这个是 Stryd STRYD， 您去搜索一下就知道了。37岁，练的有点拼，还练的有点轻微的尿血，是不是该收收？我觉得该收收，而且您可以去做个检查，挺容易的，就看看有没有结石。有的时候可能脱水严重以后，如果有
那种结石的话会这样，或者是轻微感染。如果您确定您健康的话，这种一过性的没事儿了。有好多你看，运动员都分享过这种经历。我的跑步生涯里有过一次，但是其实就像我受伤一样，它都是因为身体承受不了现在的压力，让它给了你一个反馈。那说明你触及到了您的边缘探索中，然后呢，边缘告诉你不行，现在，那他呢，一旦发现，哎，我身体需要这样，那他可能呢就会往这方面努力去生长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咖啡因和电解质的品牌，我其实都不太知道了，因为我也不太在意品牌。您就去搜索，只要是正规的，就买就行了。那种咖啡因的片剂，一片大概是200毫克。我的建议是一次服用半片，200毫克确实是有点顶。还有刚才那转盘，小伙伴说，那既然你这个方向转，脚不舒服，为什么不反着？那这事儿是这样啊，兄弟。什么事儿它得有个，也不能说是规则，得有个小规矩。就是我是一个，还是一个内心有那种过度洁癖的那种人，就是大家集体跑一起，人家都这样转，那我当然跟人家分开嘛，不现实啊，也不好。就是人总会被迫的去做一些可能不是最有利的选择，那这不是我们社会才能组成人和人相扣，机构跟机构相互协调，都是在妥协和牺牲中螺旋上升的，跟马拉松训练一样的。您说呢？但是我还是谢谢您在替我着想，但是我也做了尽可能的变化，比方说在右转的时候，右腿尽量的小步幅，然后尽量的拐大一点的弯儿，也就是这样。还有小伙伴说，下雨训练真的没必要，但是这样的，有些小伙伴给您回的特别好，锻炼没必要，训练有必要。而且，这就像我有时候说，下雨下雪跑步，真的就差这一次吗？不差这一次。从科学的角度来说，真的不差这一次。但是为什么欧美的运动员跑不过非洲的运动员？马拉松它就不是一个讲科学的事情。您吃的苦决定您在赛场上的下限，您的积累的跑量决定您在赛场上的上限。赛场上的下限是什么呢？赛场上的下限肯定不是在预期中的一些事情，赛场上的下限可能是大风、大雨、严寒，或者是摔倒，或者是没拿到补给，各种。最后一个可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，触发的情况不多，对吧？还有像这种泥泞的土地，那主办方选这块土地选的挺好的，但是谁能知道那天下雨呢？这种地方应该是提前半年、1年就定下来的，那没办法，因为那个季节这边下雨的可能性没有那么大。那你平常的训练中吃的苦，就决定了在这些可能触发下限的时候，下限不会太低。我第一次在雨中跑步的时候，鞋进水，鞋是湿的，可难受了，觉得不行了，就一定要躲着水坑，踩到一脚水，整个心都凉了。然后现在呢，觉得鞋湿就湿了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而这些并不一定说您在赛场上会用到，而是您在快步行的时候，如果您想到的是家里的床和好吃的大汉堡，或者是来一顿饺子，那您就肯定注定不行了。如果您想到的是这种相对艰难的天气中的前行，那您肯定就会又行了。
对吧？所以小伙伴们，我也不鼓励大家去拿身体冒险，但是呢，时不时的得有一些挫折教育。你看，我都38了啊，不对，今年是我生命中的第39年了，我还在给自己这种挫折教育。就温室里的花朵是不适合长距离耐力项目的，无论是马拉松还是铁人3项还是什么，还是自行车。BTC 的背心儿，还有说在官网下了单，他等待发货，他那有的时候发货时间比较长，然后他发货了会给您发邮件的。这次那个年度订阅是4月底可能才会发货，他那小字儿说明写了。那件背心挺好看的，期待我拿到的时候吧。有没有考虑发播客？我发过一小段时间，后来呢发现几个问题。第一，我的这个内容除了像今天这种，大多数时候不适合发播客。我明白大家希望能就是用手表或者怎么着不看视频的听，但是我觉得第一不适合，第二呢牵扯比较多精力，第三最关键的是，虽然我的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我的工作，但是这事儿呢，播客或者是这些短视频平台对内容创作型的创作者来说太不友好了，就不友好到就是还不够手机充电的钱，真心的。得说到这儿，就小伙伴们有心了，说我1000个视频了，感谢各位，也谢谢我自己吧。因为基本上每一部视频拍摄的时长，就拍摄时长至少得半个小时，0.5个小时，1000个就是500个小时，再加上剪辑，我的剪辑都是用电脑完成的，就比较大的软件。大家也看到我一直在剪辑这条路上去努力，然后还有处理各种评论、私信，跟家属讨论，然后做封面，各种包括构思这些。累计可能得有2000个小时了，2000个小时不少了，我觉得。你看2400个小时的话，就是100天了，对吧？没算错吧？但是说实话，哪怕是从零开始学，去做一个工作的话，如果干了这么长时间，就真正干的时间啊，也比在哔哩哔哩做 UP 主收入要高得多了。这个环境真的是没办法，就是如果不光是做 UP 主，做什么都是，如果不鼓励内容创作者的话，那这个世界会越走越窄。看现在 AI 这么流行，这么爆发，为什么呢？尤其是生成式的，就是对话，那就是因为它学习了人类这么多年创造出来的这么多的内容，变成现在的它。那如果有一天人类不创造内容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以前人们创造内容真的是可以改变生活、改变人生的，现在人们创造内容可能就是丢到大海里的一滴水。所以期待创作者们能够找到新的突破点吧，或者是等来一个新的时代。330无锡啊，320无锡，想年底破3，月跑量300，行不行？我觉得不行。还有不到4个月就要到年底的赛季了，您的稳定训练的时间可能只有4个月，300的跑量太少了。而且说实话，如果这4个月您跑500的跑量都不一定行，因为按照您现在的能力跑不了500一个月，就算能凑到500，可能也是大多数的训练都是太慢了。如果您能按照您现在的强度
能够跑500一个月的强度的跑量，并且不受伤还能顶下来，我觉得您的能力就到了。并不是说跑500能破3，4个月，而是说如果您就这位跑者的状态，现在是3小时20的水平的状态，如果您能承受500公里一个月，那您就具备破3的能力，这相辅相成的。但是您要维持现在300一个月呢，差不多明年的无锡应该就破3了。您可以试试，但是呢，我也不能说的那么绝对，因为我不知道您的情况。有的人就是首马就315，第2场就250，也有。说我这都成就跑的都成影子传说了。影子传说还是一听我虽然这位小伙伴并没有订阅咱们的频道，但是我为什么要说呢？小时候特别爱玩那游戏，就是影子传说，是叫影子传说吧？就是一个日式的有武士去救人，然后无限那么循环着。这一位我写的特别长，他给我发了一张图，但是特别难看清。我们先跟本田先生打个招呼，本田先生跑过来了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，本田さん。你们看，基本上这种天气，像我、大河原先生、本田先生，还有野口先生，大多数时候是会坚持跑步的。那天野口先生在群里发了一个表，表上是我们整个跑团的所有人最的 PB 的成绩，我才知道本田先生是2小时41分29，排名第1，然后我紧接其后。差不多从各位的成绩，但是如果不考虑年龄的话，就是和我刚才说的这个下限成比例的。我努力读一下这位啊，我走2步。5月要参加一场比赛，13到28摄氏度平均，去年参加了，跑崩了，他没说跑多少，之后练了一个夏天，平均每个月跑到250公里，然后在秋天破4了，但是破得很艰难。现在半马呢能跑到136，最近这半年月跑量300。还有2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是不知道今年同样的5月份的这场比赛能不能跑进330。我觉得呢，您有70%的机会，就随便那么一说。然后另外呢，还有一个问题，说特别爱出汗怎么办？就补给怎么办？第一呢，如果特别热，出汗又多，是可以适当增加电解质的补充，但是呢，也不要吃太多，吃太多可能对心脏有压力。比较建议您用那种有电解质的能量胶，可能会柔和一些，或者您干脆就不要用片剂，用胶囊，胶囊释放的会稍微慢一些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出汗这个事情，它是和体重和能力有关的。其实每个人汗腺都差不多，而且您放心，您的汗腺肯定没有非洲人发达。为什么黑人兄弟跑得快呢？或者是长距离好呢？就是因为他有一项调查，日本人做的，就是他的汗腺比较发达，他汗腺发达，然后他的散热就会好一些，就补水就好了。爱出汗主要的原因就是强度和您的能力不符。您看我那天碰到那位先生，就是啊，他就热的都不行了，我冷的都打哆嗦，同样的速度。就现在我跟大家伙聊天这速度对我来说，就比我逛街还轻松呢。我走路觉得特累，跑起来还好。但是我要是跑快，我也出汗，就同样的气温下。没事的，出汗这不是问题，您肯定和每个人都一样。就像我老说，我跟大家聊这些，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是大家在怀疑自己的时候，无论是受伤还是状态，你看看我也这样过，就大家都这样过，就挺好。
跑强度也不吃早饭吗？不吃早饭呀，习惯就好。而且早上那强度，就是你们看到我跑的那个状态是很差的状态，因为晨跑的状态就是不好的。我要是把强度课放在上午或者晚上，我能跑得更快。那就是在拉你的身体的边缘。看还有吗？啊，还有，抓紧，感觉要没电了。跑长距离肋骨附近疼，我也有过。我是跑完大强度，比方那次跑完5公里那个测试赛或者是半马之后要疼几天，就是肋骨下侧就感觉骨头缝里轻微有点疼，正常的，可能要不然就是拉伤了，要不然就是疲劳了，呼吸机。最后一个小伙伴说，来日本玩，去北海道，问问有没有什么值得在日本买的跑步的东西带回去给人当礼物。其实现在真的没有了，现在全球化已经很深入了，在淘宝能买到的，在这儿都能买到，而且可能价格还更好一些。我觉得没有了。包括那些法藤贴什么的，那其实就是时髦玩一玩。你说它真有用吗？我真不信它就有用。它要有用的话，那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早就贴了，对不对？就入乡随俗。行吧，我准备的都回完了，今天准备的多。然后还有一个关于直播的事情跟大家通知一下。我在视频头应该也剪了一段通知，就是这周的直播改在周日下午，周六有个事儿，周日下午正好这周日可能还是比赛日，大家比完赛咱们聊聊天，好吗？3月29号星期五清晨7点07，第4个训练日，训练结束，16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09，最快4分29，平均心率135。今天停了2次，一次是看那个问题，一次是拍了张照。今天的封面就是这么拍的，行吧？然后再跟大家预告一次，明天原定按照惯例，明天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的直播改到礼拜天，我会发预告，好吗？因为明天有一个事儿，大家多多包涵。今天跟大家聊聊什么呢？聊聊一些问题。我觉得中心就是正好今天下雨，现在雨也停了，也训练完了，就是咱2个车过去，声音比较大。你在训练中承受的苦难决定您在比赛中的下限，而下限往往能托高您的成绩，差不多就是这样，好吗？那这么着，这个应该也快没电了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明天我的休息日了，明天会发布上一次直播的录像视频，已经做好字幕了。行，那这么着，大家加油干，咱们下回再见。